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小雪急切又多吃红薯，今天分享个红薯非常好吃的做法，不用加糖，出锅外酥里糯，又香又甜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洗净后的红薯，把它放在案板上，用刀把两头切下来，不要了，再用削皮刀把红薯皮削掉，因为这个红薯皮表面有很多的泥沙，很难清洗干净。去皮后再把红薯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准备10克红枣，再准备10克葡萄干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一勺食盐，加一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层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彻底的清洗干净。抓拌至水变得特别浑浊，再倒入上的清水，再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小苏打清洗掉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再取出一把厨房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全部剪好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，也不用剁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。最后剁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再把它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红薯已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戳一根筷子下去，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倒入大碗中，再取出压泥器，给它压成红薯泥。如果没有压泥器的，可以用擀面杖或者是叉子压成红薯泥，尽量多压一会儿，压得越细腻越好。最后压成这样细腻的红薯泥就可以。再加入1大勺的炼乳，这样可以增加口感，而且奶香味浓郁。再把红枣和葡萄干放进来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再加入200克糯米粉，糯米粉呢最好选用水磨糯米粉。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哪里有干糯米粉就往哪里搅拌。最后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糯米面团。在揉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，可以加一点热水，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点糯米粉。最后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糯米面团就可以。面板上撒一些糯米粉，然后把糯米面团取出来，放到面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面饼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厚度约1厘米左右。在擀的时候把边缘整理一下，给它整理的平整一些。最后擀成这样一个厚度的长方形面饼就可以，然后给它切成长条，宽约4到5厘米左右。可以用擀面杖像我这样比着切，这样切会切得更加的均匀。切好后，再改刀给它切成小块，宽约2厘米左右，尽量切得均匀一些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取一个
小块，像我这样给它稍微整理一下，把边缘整理的整齐一些，像这样一个红薯糯米糕就做好了。再准备一个蒸屉，在底部铺上一张硅胶垫，把做好的红薯糯米糕放到蒸屉上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2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一股红薯的清甜香味扑鼻而来，像这样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其实呢，到这一步就可以取出来吃了，但是为了吃着更香，我们可以给它煎一下。平底锅预热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油热后，把红薯糯米糕一块一块的放入锅中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放进来，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在表面再刷一层食用油，锁住糯米糕的水分，这样烙出来的糯米糕呢，会更加的软糯好吃。用小火慢烙，先给它烙1分钟，把底部烙至金黄。1分钟后，用铲子翻一下面，每一个糯米糕都给它翻面，全部翻好面以后，再烙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烙至金黄。1分钟后再翻一下面，两面都烙至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因为这个糯米糕是已经蒸熟的，不用烙太久。再把它盛出来，放入盘中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红薯糯米糕就做好了，表皮色泽红亮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蒸熟后的红薯糯米糕本身就软糯 Q 弹，散发着红薯的香甜，再将它用油煎至两面金黄，表皮变得酥脆，一口咬下去，先是酥脆的外壳，紧接着是软糯的内里，红枣的甜腻与葡萄干的酸甜巧妙地中和了糯米的黏糯，甜而不腻，每一口都能拉丝。糯叽叽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，吃着又香又甜，无论是作为早餐开启美好的一天，还是当做下午茶点心，搭配一杯热茶，都再适合不过了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